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我身家几十亿，我可以。尹官隐居都市，传闻他只为你出手。今日访你是为了……含笑，放了他！尹官大人，谢谢你来救我，我张梦瑶下辈子一定为……闭嘴！傻瓜，我是尹官，但你是隐匿身份，在你身边的老公。今日我一定要你回家了。尹官一族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快走！先救梦瑶。梦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护你一生周全。大人，您归隐沉寂这3年，尹官一族已不足以震慑百族，除非您重新出山。传我号令，3日后重启百族殿，张家张梦瑶为1号座上宾，投资旗下公司100亿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梦瑶，你醒了。我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被绑架了吗？我伤势还未恢复，还不能暴露身份。哦，是尹官大人救了你。那我的伤……哦，你中了毒，是尹官给我的药，让我这么做的。既然尹官大人的药这么好，是不是可以治你的顽疾啊？梦瑶，其实我的伤，喝药是没多大作用的。没有关系，我一定能找到治好你的方法。梦瑶，你先休息，我去接个电话。为什么我每次受到危机都是尹官救了我？他到底图什么呢？张总，您的大恩人尹官给我传话，说想见你一面。属下愧对大人，我根本就杀不了李一鸣。他现在又要重新开启百族殿，大人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我已经找人通知张梦瑶去见尹官。尹官不是想隐藏身份？好啊，那我就假扮尹官。张梦瑶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更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离开李一鸣，嫁给我。什么？那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理解我的心思吗？可我只是个世俗女子，我配不上你。你只要答应和我在一起，我就可以救了你老公。但是，如果让我知道你们2个藕断丝连、阴奉阳违，那就别怪我杀了他。不要杀他！我答应。我知道你们说他不努力，不爱上进，事业与应酬也都没帮过我。可这些重要吗？他不爱上进，我养他；他不够奋斗，我扛。只要能让我们俩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尹官大人，求你不要逼我嫁给你，行不行？如果你还想救他治病，那你就得嫁，否则他必死无疑。梦瑶，找我什么事啊？这卡里有1个亿，是我全部身家的1半，都给你，我们离婚吧。什么？一鸣，对不起，为了救你，我只能如此。
别怪我心狠。我说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精神出轨了，所以你跟他之间，我必须要有取舍。从此我们形同陌路。我的身体跟灵魂只能属于一个人。所以，你舍弃了我，舍弃了一个你在现实中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实实在在的人，然后去追逐那个水中月、镜中花的人。对不起，一鸣，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给不了什么？给不了计件千万人，只为救我一人；给不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助我商业成神；给不了他惊鸿一瞥，从此住我心头，心中皆是他的期望。所以你用1亿买了你年少无知，买了你的移情别恋，买了你辜负我的良心难安。这个人不能让张总一个人做，我也要帮张总。李一鸣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还想和那位大人物攀比？你每天做的不过是一些高级保姆的工作。张总默默流泪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为了应酬酩酊大醉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他为了这个家熬夜加班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那大大小小81次危机，包括这次绑架，你又在哪儿？签了吧，好聚好散。连这都准备好了，看来你蓄谋已久啊！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觉得你真的配得上这个人吗？随你怎么认为。总之今日你必须把这离婚协议签了。明日尹官会重启百足店，届时我会处理好所有家务事，从而全身心的来配合这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。只怕你明日见到他，后患矣。对不起，一鸣。欢迎大人回家。传我号令，明日百足店选妻，我要在百足店让张梦瑶知道我到底是谁。四大家族到！张氏集团张梦瑶到！张小姐白手起家，经历了大大小小81次危机，都是尹官大人出手。如今尹官大人选妻，这不是佛爷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了吗？啊！梦瑶侄女，当年我们愚昧，对尹官犯下弥天大罪。那你做了尹官夫人，一定要多美言几句呀！啊！哎，梦瑶姐，你的那些新闻八卦我可都听说了。你和那个叫李一鸣的，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啦？哎，说谁谁的，那个废物来找你了。他怎么来？李一鸣，孩子，你赶紧走，要是得罪了大人物，就全完了。为了家族利益，甘愿献祭肉体来选妻，他们这些人在我眼中不值一提。当然，今天各位女主角打扮的都很妖艳，但是老子不喜欢啊！放肆！李一鸣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是因为我向你道歉。但今日是迎接那位大人物的重要日子，我不允许你不尊重他。不尊重？今日我不见百足，百足便要来见我。我不尊重所有人，所有人奈我何？爸爸，难成钱家是吧？知道就好，还不快滚！该滚的是你！
你祖上阴德庇护，本就富贵泼天，可你不思进取，整日与男模厮混，想冒充金枝玉叶一步登天，还言之凿凿的任君采撷。别说是隐官了，就是本分人家，你也配不上。闭嘴！南城钱家也是你能指指点点的。你还不如钱家，身为明星不知廉耻，为了出名不择手段。如今打扮的玲珑剔透，花枝招展，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还是说你那些蝇营狗苟的破事，以为天下人不知道？你个大傻子，四大家族咱们得罪不起啊！不行，赶紧让他走。李一鸣，你闭嘴！我闭嘴？你在质问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问我说对不对？对不对重要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说的这些话，足以让你死了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就因为我跟你离婚，你就要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与百族的关系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对你深信坚死。今日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说这些话，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是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向在座的所有百族赔礼道歉。我道歉？整个东海没人配！你说什么？你加上我南城秦家呢？不够。加上我北城孙家呢？不够。那加上我西域王家呢？如果还不够，这还有我东城李家，这回到底够不够？李一鸣，赶紧赔礼道歉！四大家族都是传承3000年的豪族，他们联合起来，都让地球颤抖。你已经惹下了弥天大祸了。3000年的历史，对不起，依旧不够。放肆！李一鸣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知道是因为我离开你，你才这样肆无忌惮、任意妄为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输给那位大人不丢人。我已经给了你很多钱了，一辈子都花不完。你找个好女孩简单过一生不好吗？各位，对不起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能否看在我是隐官大人贵宾的份上，此事就算了吧。李一鸣，闹也闹了，说也说了，赶紧下跪道歉呐！你让我给他们下跪？难道你想死吗？张梦瑶，你够了！3年时间，你也该醒醒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天上月，谁才是人间龙，谁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谁才是武功盖世创世之才，谁才是你心中的盖世英雄，谁才是你心中的白月光。李一鸣，你要干什么？百族繁荣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今日我李一鸣就当着你张梦瑶的面问剑百族，你洗一洗这人间败类，清一清这世间龌龊，更让你清楚谁才是这人间无敌。这小子真是找死！这小子是不想活了吧？了是不是疯了？我承认，东海市藏龙卧虎，比我钱家强势的大族不止一家，但敢一人问剑百族的人，你小子还是头一个。百族威严，不可侵犯。有人问剑，可敢接否？百族接剑。百族繁荣，外强中干。今日我要为这天，为这地，为这天地良心、仁义道德，问尽百族的龌龊与卑鄙。剑来！这是隐官龙雀剑呀！此剑富平天下，不平事。此剑无愧是剑，有愧人。这剑华夏气运凝聚，1000万人无往矣者不可知，虽九死犹未悔者不可知。这剑我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者不可知，不舍我其谁者不可耻啊！这剑承载着那一位的无上荣光，这剑意味着他金河灿烂的一生。而剑曾飞过南山北岳，
问过苍帮大帝谁主城府？如今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你这废物老公算是捅破天了！尹官一族到，尹官一族参见大人。人。张梦瑶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千次万次幻想的举世荣光，这就是你心目中的盖世英雄，这就是你心中所想的红颜知己，是不是一样？原来你就是尹官大人，为什么？在教堂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什么教堂我根本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千里危机，7夜未眠，为救你不惜暴露身份，3年创业，81次危机。为救你，我不惜动了尹官财力；为你，我负了天下；你为了尹官，你负了我。李一鸣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百足跪迎，飞天神女。含笑，原来这一切是你搞的鬼！一鸣，尹官急火攻心，今日不杀，更待何时？怎么被情所伤，元气大伤了？少啰嗦！百足，还不动手！一鸣，小心！梦瑶，梦瑶，梦瑶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个尹官大人是假的，我对你说了那么多狠话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你为我付出的够多了，是我没保护好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好就好了。梦瑶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来不及了，最后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此生我张梦瑶爱你永不后悔。梦瑶，梦瑶，梦瑶！你们都得死！人间有疾苦，不平则鸣。天道无情，我黎明没有一剑打死。面断七剑乃是诗仙太白所创，凝聚天下剑道，你怎么可能伏尸自投？此等难度，除非你是天上剑仙。天上剑仙800万，剑火已需尽极美。大胆！你敢媲美剑仙？人间最苦是相思，天下何人不痴情？第一剑，相思；第二剑，庭院；3剑，云愁。能死在我的剑下，是上天给予你们的恩赐。尹官7剑属实厉害，但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们百足法阵。是吗？百足阵凝聚百足气，传承3000年，
冠绝天下，纵然七剑所向披靡，但在我们百族面前也是徒了。你确定？今日九死一生，百族助我接第4剑。百族接剑。此阵凝聚百族气运，纵然你七剑不凡，但想要破开此阵，也是难如登天。百族气运，奈我何？百族传承3000，气运加持800载，小小七剑也敢与大道争光？路见不平，天地共鸣。莫说800年气运加持，就算剑仙临凡，敢助纣为虐，我也会一剑不万法。还真是狂妄自大！狂妄自大的是你们，百族福泽不知珍惜，鱼肉百姓烧杀抢掠，纵此纨绔无恶不作，由此败类，莫说是800年气运，就是3000年福泽，也会被你们败光。你不过一任隐官，也敢妄谈传承3000年的百族？或说是传承3000年，就是3万年、300万年，在我眼中，也不过只是小人得势。哪个家族没有纨绔子弟？只要根基不坏，终究能够改邪归正，福泽一方。放屁！他一辈子作恶，最后做了一件善事，难道还要被歌颂？改邪归正固然可喜，但邪中所犯种种罪恶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一笔带过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只要能够放下屠刀，便能立地成佛。那我倒要问问百族，被你们屠刀所杀之人该怎么成佛？冤死之人该怎么成佛？被愚弄的百姓又该怎么成佛？弱肉强食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去你妈的现实！4剑一鸣惊人。百族传承，天运加持，给我翻！不好，剑气与阵法互相影响，产生了天地异样。一任隐官也想对抗传承3000年加持的百族，你还是太嫩。别急，这才4剑就让你们如此不堪，那接下来的3剑，看你们怎么守。别虚张声势，你今日急火攻心在前，胸口重伤在后，如今已连续祭出4剑，恐怕早已精疲力尽，哪还有真气能够祭出最后3剑？哼，装腔作势吧！4次祭剑已是极限，再敢祭剑，你命丧黄泉！滚！今天你输了！跪下！大人，只要我还剩下一口气在，今日你们都得死！斗转星移，以命换命，难道是隐官一族的祭剑禁术？以燃烧阳寿为代价，提升功力。大人，不可呀！梦瑶已死，心无牵挂，为求复仇。韩笑，拿命来！百族在！生死一线，助我接剑！遵命。天地在上，人心可见。隐官李一鸣愿以10年阳寿，祭剑一次，换人间太平30载。求天地开一线，借我3剑。人心不古，天地正道。李一鸣，接剑！李一鸣，你个疯子，还真敢接天地3剑！老祖呀，救命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好自为之吧。翻云起雾藏杀意，一剑寒霜破万法，有剑刀阵。冤魂不愿为天意，
剑出鞘，君王气，6剑，君临天下。我尹官一生行事，从不向他人过问。成王败寇，自有天定。人生苦短，终归尘土。凭什么你们可以为所欲为，而百姓只能做那井底之蛙？这世上有太多不公、不甘、不正。今日替天行道，祭出这最后一剑，其剑应天引。哎呀！后会有期。韩笑，拿命来！小姐，小姐，快走呀！黎明，我以祖训起誓，必诛杀尔等，不要悔！求尹官大人饶命！尹官大人饶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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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尹官大人，尹官大人饶命啊！尹官大人饶命啊！尹官大人饶命啊！尹官大人，孽族，屠！容有逆鳞，处之即死。李一鸣因张梦瑶弑杀百族，尸横遍野，四家族东海出名。然李一鸣为求复活张梦瑶，一夜白头。终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千山苗疆寻得复活之术，引出了李一鸣千里下苗疆，张梦瑶十里红妆抢新郎。大人，我们翻阅古籍，终于找到复活夫人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南疆苗族千年玄关，圣女邯郸可以起死回生。传我令，尹官一族千里下苗疆。是。大人，古老苗族藏龙卧虎，千年玄关从未现世。此次千里下苗疆，该怎么办？人命关天，千里后兵，发！苗族鼓楼镇守边疆，刹那千年，只为今朝。祭祀开始。丰盈圣女，重现人间。李一鸣前来借丹。苗疆人员卫，恭迎大人现身。今天这丹要定了。百年古楼，千年苗寨，你真当我们吓大的？拿下，杀无赦！苗元康，你好大的狗胆！尹官直令，号令百族。苗元康，你想造反？还真是尹官令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哼，尹官李一鸣。尹官，启禀族长，启禀族长，尹官一族深依安道玄，带5000门徒拜访苗族，
南省城主史江淮带3000守卫拜访苗族，汉沙组织风月楼冷月带900刺客拜访苗族，还有北省总集团执行总裁带3000亿资金拜访苗族。现如今，他们将整个苗寨围得水泄不通，恐怕来者不善了。李一鸣，你好大的手笔，想以势压人。圣女多虑，今日只为求丹，别无目的。我苗疆偏居玉宇，早已不问江湖。敬你是隐官，不是惧你。若你想以势压人借丹，对不起，我苗族还没有怕过谁。来人，送客。请。大胆！小小苗族出言不逊，你也配与我说话？我已先礼后兵，若冥顽不灵，那就只有得罪了。要干什么？问剑，苗疆。哼，那你得问问我手中这把利器答不答应。九黎战斧，今日你还敢问剑吗？依旧问剑。我过。万法归宗，入不无声。谢圣女搭救，我输了。苗族记载，历任隐官皆是人中龙凤，今日祭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真想要丹？对，救人，心上人。话真多。喂，你可真霸道，是你求我，而不是我求你。啰嗦。放肆，大胆！太无礼了。这，喂，此丹无药引，拿走也毫无意义。快说，要引是什么？大胆！哼！自知借丹无礼，已经一让再让，便再逼我祭剑。此事事了，我定给苗疆一个交代。快说，要引是什么？你今天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说。你怎么生气了？此丹对我意义非凡，恳求圣女告知要引。我就不说，看你能把我怎么的？你贵为圣女，也不知羞，古灵精怪算什么样？你才不知羞呢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你还弱女子？你可是整个苗疆的圣女，你比100个男子都要强。多谢大人夸赞，小女子愧不敢当。大人，不能再拖了，夫人命悬一线，万不能耽搁呀！既然你不说，那就只有得罪了。臭小子，干什么？千寨苗疆无人能接我3剑，如今你还需1剑便赤身裸体。若不想被羞辱，就告诉我，要引是什么？我苗族儿女生来就热情奔放，以此要挟我才不怕。想看，脱给你看啊！哎呀，这圣女不可呀！不可呀！圣女，我美吗？人命关天，我哪有时间跟你暧昧？到底要怎样才能告诉我？丹药这事儿嘛，说来话长。要不你先住下，我说个1年半载，肯定能讲清楚。不行，寻丹救人，我哪有时间听你啰嗦？那就没办法了。你没办法，我有。出此下策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放开圣女，放开圣女！你个臭小子，贼小子混蛋，王八蛋，不得好死！快说，要引是什么？我就不告诉你！放开圣女！好难受啊，李一鸣，我讨厌你！快说！放开圣女！好了，饶了我吧！我说还不行？我讨厌你！对不起。你个色小子，竟敢亵渎我！想要丹药？行，
但你得给我下跪道歉。当真？哼！好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您是号令天下的百族之首，怎么能跪他？今日就算是血洗苗族，也不能跪。千里借丹，已然强词夺理。若再血洗苗族，天理不容。圣女，我李一鸣从出生到现在，只跪天地与双亲。今日我李一鸣下跪请罪：一跪擅闯禁地，二跪无礼借丹，三跪亵渎之过。希望你能说到做到，给我丹药。算了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我可担待不起。想要丹药吗？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3件事。圣女，万万不可呀！此丹珍贵，怎能轻易给人？这丹18年才能炼出1颗，是我苗族根基。圣女，万万不可呀！是啊！圣女，万万不可！只要赠丹，我李一鸣对天起誓，苗族3事我必照做，悔之妻离子散。事已至此，我苗族没人能胜他，僵持下去也是毫无意义，莫不如来点实惠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说吧，哪3件事？说是之前，我得先告诉你此丹的来历。所谓的圣女邯郸起死回生，就是指我从出生那刻起，邯郸入关18年，吸收日月精华，待到18年后呢，再将我唤醒，便有了起死回生的功效。所以你想要我口中这丹，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隐关一族保护我苗族18年，待到下一颗丹药问世。没问题，只要我在，苗族就在。第2条，苗族的每一代圣女啊，都会经历3情，分别是死敌、情战和孽缘。这情战和孽缘，你帮不了我，但死敌可以啊。所以第2件事呢，就是当我死敌出现的时候，你得保护我，最好帮我打死他。我帮你处理死敌，这个简单。这第3件事就简单了，你得娶我。这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什么？娶我？娶你？不行，什么事都可以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想要丹药，什么事都能商量，唯独此事不能。为什么？此丹的药理，又或者说，想要用此丹，必须是与我同房的男子才可以。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从玄关出来，第一眼看到的男人，便是我此生的情债。你不娶我，谁娶我？再说，你以为他们祭祀就是单纯的唤醒我，更多的是希望我看到他们第一眼。而你从天而降，飞剑入关，引我注意，便是我此生的情债。只是不知道，是我欠你的情债，还是你欠我的情债罢了。可是我已有心爱之人，怎能娶你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反正你想要此丹，必须娶我。梦瑶为我而死，必须救，但救她就得与圣女同房。既然同房，就不能负了人家。梦瑶啊梦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哎，到底娶不娶啊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先救梦瑶。好，我娶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先同房救人，然后再结婚。那不行，你同房以后，你走了怎么办？圣女涉世未深，你万万不可答应。这小子深不可测，他若变心，无人可挡。圣女，请圣女三思。请圣女三思。我苗族儿女重情重义，此生我定不负你，愿你也别负我。同房可以，但你先亲我一口。世事无常，一团乱麻。若救梦瑶，只能同房。然而同房过后，我便是圣女夫君，又岂能负她？梦瑶啊梦瑶，从今以后，只能把彼此情爱深藏心，归隐苗寨，永世不除。
张总，您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。醒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呸！百无禁忌，死什么死？您吃了药就已经好了。您看这个。梦瑶，见字如面。见信之时，想必你已经苏醒。百足殿里重伤赴死，我为求复活之法，千里南下。然世事难料，天意弄人。今生遇你，已是上上签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究是纸短情长。3年过往诉不完，此生遗憾叹不尽。只恨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只能将情愫藏于心间。此生负你，万不得已，浅浅文字，字字真言。念你如初，思你如故。人生苦短，唯愿平安。李一鸣，此生归隐苗族，相忘于江湖。丽丽在。即日起暂停公司所有业务，变卖集团所有产权，联系天下一流高手。张总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，千里苗寨，只为一人。泱泱华夏，又苗疆，朝朝日月，深思以往，已请新人入华堂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恭迎圣女，恭迎圣女。老组长，准备的怎么样？禀圣女，你准备对吧？一鸣，我们开始吧。圣女大会仪式开始。且慢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来寻一位苗药，请问有没有当归？这么着急吗？要不您明日再来。我有个心爱的男人，他没有来找我，盼他今夜归来。姑娘，苗族无当归，建议你买独活，独自生活，别惹这么多事，好不好？小姑娘，今日是我圣女大婚，您不要在这里惹事好吗？来人，送客！请！我看谁敢！万事有因，因必有果。仙人扶我女，结发受长生。你们可知这是什么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苗灵儿，今日这婚你结不了。你，姑娘这是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说你，今日这婚你结不了。你可知这个婚书是什么？什么？它承载了3年岁月，记录了喜怒哀乐，更见证了一位负心女子对爱情的救赎。曾经我辜负了她，问心有愧，但今日我宁负天下，也绝不会负她。此番情，天地可鉴。一个见异思迁的花心女子，竟敢大言不惭的谈情说爱。我不是，你就是。你看，就是啊，这之前可怎么了不要了，现在又回来找。我且问你，倘若尹官和李一鸣是2个人，你怎么选择？倘若他这一生平平无奇，
你又会如何选择？倘若他真的贫困潦倒，一无是处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曾经，我会选择逃婚，但如今，我必生死相依。你撒谎！我没有。我承认，我曾经动摇过，幻想过，甚至为了一个虚幻之人，抛弃了枕边人。我不懂得生活点点滴滴，皆是情情爱爱，但哪有女子不怀春？谁没幻想过能嫁给一个脚踏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，为你披星斩火，为你弱水三千，只宠一人？如今我两世为人，隐官已过往云烟，财富如梦幻泡影，而医名才是我的此生依靠。不管疾病与健康，不管贫穷与富贵，我都愿意等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忠贞不渝。现在悔悟，怕是有点晚吧？爱一个人，从来都不会晚，哪怕他两鬓如霜，历经沧桑，哪怕天地一方，阴阳交错，也依旧会在某时某刻某个地点，触景生情，回眸一笑，这才是爱。可爱不等人，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一次回眸可能就是最后一眼。你只是比我早遇上他，凭什么断定你比我更爱他？千年玄关，回眸一笑，我笃定他就是我此生挚爱。纵然今生初次相见，但前世的姻缘早已种下。我爱他重情重义，一言九鼎；我爱他光明磊落，一生坦荡。转生转山，转水转佛堂，不求来世，只愿今生能与他相见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挺羡慕你的。千里沙漠，万里寂静，他为你一人血染青天。81次危机，百亿订单，一人一剑，独闯苗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他娶我是为了救你？既然你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成全我们？因为我爱他，比你更爱他。但爱是相互的，你明知道他不爱你，你如此一意孤行，你就是自私。你难道就不自私吗？你不自私，你会来苗疆；你不自私，你会千辛万苦来找他；你不自私，你会来打扰我们。有一种爱就放手，离开他，你就不能爱他吗？你这是诡辩！我跟你不一样，一样，不一样，一样。爱就是自私，是独占，是独享，是眼里容不得第三个人的存在。这一世，我磕长头在玄关，只为贴向他的温柔。这一世，我圣雨飞天，不为祈福，只为等候他的到来。这一世，我摇动所有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愿他回眸一笑。这一世，我弃了长生，只愿他能平安喜乐。而你，哪一点比我更爱他？可他不爱你，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因为你的爱是一厢情愿，是一往情深，是一意孤行，从来没有了解到一个男人真正的所有情绪。你的爱让他透不过气，让他没有空间，让他不敢面对你的眼。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，这难道不是爱吗？不是。爱一个人倾尽所有有何难？他哪怕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你知他所思，他懂你所想。举案齐眉，今生赤诚不减，如影相伴，眉目显山河，景色和鸣，把酒言欢，这才是爱。我知道，或许我现在做不到，但是不代表我一辈子做不到。一辈子堆积的那是感情，是亲情，是责任，是义不容辞的担当。但那不是爱，不是？男人至死是少年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爱那段刻骨铭心，爱那段一往情深，爱那段精疲力尽，
爱那段懵懵懂懂，把所有的爱都冰封在心底，如一杯白酒。不是所有女人都值得他敞开心扉，一饮而尽。那我就做这个可以陪他一饮而尽的女人。终究有一天，他会满眼都是我。纵然眼里皆是他，心中独留我一人。圣女大人，放手终归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何苦来哉？我不，就算他一辈子都不爱我，我也绝不放手。那对他公平吗？爱而不得，他幸福吗？他对你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愧疚，是责任，但那不是爱。或许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。什么？等。他不爱我，我会默默等他；他不喜欢我，我还会默默等他。哪怕他心如坚石，我也愿意用一颗赤诚的心将他笼络。1个月不行，我就1年；1年不行，我就一辈子。我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时至今日，我才知道，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，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爱我。你错了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他站在你面前，他不爱你，而是明明彼此相爱的2个人，却不能在一起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很久，很久了。喜欢也没用，没用也喜欢。我懒得与你废话，这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你们都还没有结婚，怎么会是你的人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苗族丹药，必须与我同房的男子才能使用。纵使你一往情深，但我们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无稽之谈，怎么可能？不信，不信你可以问一鸣。梦瑶，灵儿说的都是真的，对不起，我的。所以，你要告诉我，你要对他负责。是。那我呢？这是龙雀剑，持此剑，号令百族。所以，你给我破天的富贵，从而放弃一个为你而死、因你而生，但没有跟你上过床的女人，然后转头去负责一个你毫无感情但是上了床的女人吗？对不起，事已至此，我别无选择。我要你选择什么？我不介意。但我介意。你介意什么？完璧之身，点点落红，因我救你，同床共枕。我若是辜负人家，他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还没同房，我还有更多选择。所以，你用龙雀剑买了你的良心难安，买了你的无可奈何，买了你对得起他、对不起我的补偿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答应。纵然龙雀剑天下无敌，与我何干？没有你，我要了这天下，我又能怎样？林一鸣，我们千里下苗家，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能相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家，好不好？圣女，我真的不能失去他，我求你了，你让他跟我走，我给你跪下了，行吗？我爱一鸣，他不能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爱一鸣，不能让他跟你走。我不能把他让给你。好，好，那你就给我去死！把剑放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把剑放下。你为了他，你要杀我？我怎么会？那你为什么进剑？因为没有他，你活不了。那你就忍心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们洞房花烛吗？梦瑶，这就是命。我们今生
爱而不得，认了吧。我不认，我不认！此生负你，千般遗憾，万般无奈，只能如此。如此？你让我怎么如此？让我看着你们结婚？我不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！不要，你要干什么？张总，快把剑放下！都别过来！好，好，我们不过去，我把剑放下。姑娘，这刀剑无情啊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啊。我老头子老了，不懂你们年轻人说的这些情情爱爱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是爱你们的，当然你们也是爱他的。那人生在世啊，有人爱和被人爱，那都是幸福的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何必生死相许啊？老伯，你不懂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必须由我来结束。还魂丹，我还给你。今日张梦瑶一命抵一命，我不负君，君莫负我。一鸣，永别了。不要，不要！永别了！我答应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先把还魂丹服下。好。我说，我答应你。好，不行，那我呢？你答应过要跟我结婚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在我面前。今天必须走。林一鸣，站住！诸位，今日之事是他负我，非我负他。我苗灵儿从此跟姓李的恩断义绝。若我苗灵儿再想他，犹如此剑。李小子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们家圣女对你一片痴情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就是，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那就是块石头。我们苗族也该务暖了。可他呢？我呸！虚情假意骗丹药，负我苗族，欺我圣女，隐官易左，道貌岸然。我呸！就是，当时我就说了，此人来路不正，本来就不应该答应他同房的。现在好了，咱们的圣女没了清白，更让咱们苗族也没了清白了。说来说去，都是因为这个女的。我们一起上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今天有我在，看谁敢伤他！李一鸣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。对不起。喂，就不能不走吗？你就不能不走吗？给我1天时间，等我处理完自己的事情，此生陪你到老，永远不出苗寨。为什么？你不跟我回去了？为救你，我许下3愿。苗寨的人对我重情重义，我不能辜负他们。好小子，要你不负我苗寨，苗寨绝对不会负你。对，好，我们圣女先婚后嫁，最终还是赌赢了。给我1天时间，我速速就回。不要！
短短几日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只要你活着，比什么都好。飞天神女落荒而逃，东海市百族一夜灭门，这听着像故事一样的事情，居然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的世界就像楚门的世界，我们能看见的，都是故意让我们看见的。是啊，千年苗族居然有起死回生之术，这要是流传到市场上拍卖，一定是无价之宝。苗族有3宝：丹药、圣女，还有玄关，哪一个拿出来都是无价之宝。哼，都还不是被你弄到手。为了救你，被迫如此。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苗寨周围皆是我请的一流高手，苗族更是拦不住我们。我带你走吧。我真不能走，没有骗你。为什么？我率领隐关一族千里下苗疆，误打误撞被圣女一见钟情。为了救你，我只能先婚后嫁。如今我与灵儿虽无夫妻之名，但却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我若负她，她怎么办？苗寨怎么办？10万大山的部落又怎么看他们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想让你率领隐关一族，从此一统天下，而我隐居苗族，永世不出。我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梦瑶，听话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如今我两世为人，早已看淡了这些。家产万贯能怎样？赢了天下又能怎样？没有你，这些毫无意义。梦瑶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毕竟已经和他同床共枕，已经是夫妻了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何况我持剑13年，无愧于心，根本做不到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睡了人家，良心难安吗？早知道这样，3年前我就应该让你睡了我。没睡更好，你有更多选择。我不，苗灵儿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我今天就让你睡了，我看你怎么选择。梦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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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！不要，你冷静点。我不，梦瑶，这就是此生情债，你何必强求？我就要你，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。梦瑶，你别这样，你冷静，你这是在赌气呀！我美吗？哎，别说话，吻我。张梦瑶已经到苗疆了，但她的身边全是高手。我建议你可以抓苗灵儿威胁李一鸣。也可以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你男朋友平安无事。位置我已经发给你了，堂堂飞天神女，我希望你说话算数。都怪那个张梦瑶，没有她，我们都拜堂成亲了。好事多磨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我们总得给李小子一点时间吧。我就是怕我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既是前世的安排，也是今生的注定。你说他俩能去哪儿啊？算了，不想。大族长，你说什么是爱情？我老喽，搞不懂你们年轻人所说的爱情。哎，那你有爱过别人吗？有啊。啊，谁啊？我爱人，不过10年前他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为我而死。18年前，从西域来了一位女菩萨到中原传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爱上了一位中原男子，因此触犯了教规，因爱成魔，嗜杀成性。我在与他战斗的时候，我的夫人替我挡了致命一击，从此阴阳两隔。对不起啊，大族长。无妨，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。
自难忘。倒是你们年轻人要珍惜眼前人。好一个生死两茫！来者何人？飞天神女，含笑。千年玄关，圣女邯郸，没错，就是你。来人，在，速战速决！我要活着。遵命。等下，我千山苗疆与你们飞天一族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废话真多，动手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九黎战斧，以你的功力，怎么可能召唤九黎战斧？世人皆羡我能召唤九黎战斧，殊不知以我至爱之人的神魂凝聚而成。你说，为何能召唤他？那就让我把你也送下去陪他吧。哼，是你！拜见行官大人。你怎么看他还活着？廖老头，18年，咱们好久没见了。你们认识？他就是那个西域女菩萨爱上的中原男子，是杀死我爱妻的仇人，欺我苗族，杀我爱妻，新仇旧恨。今天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哎，呀，少女，张老头，回去告诉尹官，叫苗灵儿把这张梦瑶与丹药来白玉楼交换。你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们也生米煮成熟饭了。坐怀不乱太难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要不我去找苗灵儿商量商量，便宜你一个人。商量什么？啊！好话不说第二遍啊！你个大傻子！谁？是我苗元康，出大事了！火族圣女被人掠走了。什么？我说李小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到底该怎么办呀？这，在我心里，灵儿早已经是我妻子。莫说白玉楼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闯。杨月在。传我号令，令尹官一族安道玄带5000门徒从云贵川穿插入蜀。遵命。令南海城主史江淮带3000人从苗疆入西域，急行至青海，策应安道玄。遵命。令杀手组织风雨楼带900刺客，沿路以剑碎为信，伺机而动。遵命。令北沈集团携带的3000亿资金全部换为欧洲最顶级的装备，分发给梦瑶带来的一众高手。余下苗族36寨72部落随我而行，即刻出发。是。一鸣，这么大动静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攻打玉楼。什么？攻打白玉楼？这可是大事儿，我们是不是再想想啊？想什么？老婆都被人抢了，还有什么可想的？那也太草率了！你想想，咱们才多少人，这武器也不够，这万一别人有埋伏怎么办？这些我们心里都没底呀。灵儿危在旦夕，人家办鸿门宴，别说阳谋，就是阴谋也得去救。说这么多是没有意义，按我说的去做。李小子，这事儿你得三思啊！这可是牵一发就动全身呐！咱们整个一岛，整个苗疆，乃至整个东海，甚至整个江南省，这全乱套了呀！到时候飞天一族肯定支援，东南西北4大家族的余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就咱们这点人，这能撑得住吗？这怕什么？就算是死，我也是死在你们前面。少啰嗦，快去准备。冷月在，你得替我去办一件事。好的，大人，我马上去办。去吧。丽丽，啊，别紧张，你跟莫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不会让你去白玉楼的。你先回东海市吧。不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别犯傻，你有情同姐妹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涉险？再说你男朋友还在东海市等你呢，你要是出了问题，他怎么办？听话啊！不，
尹官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你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我良心难安。你手无寸铁之力，心里有什么难安呀？都是姐妹，别说这话，快起来。不，张总，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张总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你带我一起去吧。好吧，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去。快起来。只是什么？注意安全。对不起。什么情况？他们已经出发了。多少人？我不太清楚。他们部署的时候，我不在旁边。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！我警告你，敢骗我，你男朋友可就没命了！丽丽，别再为了我骗张总了，我不怕死，我死了，下辈子我还爱你。秋哥，找死！尹官大人与张总对我恩重如山，如果我执意要去见秋哥一面，恐怕会连累他们。事已至此，秋哥，我只能黄泉路上先走一步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你就可以活下来。别想，会杀了丽丽的。先别着急回答嘛，只要诱惑足够大，我相信你会答应的。在你这种人眼里，有什么事是谈不成的？就算是有，也会认为代价不够，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。爱情？你好幼稚啊！随你怎么说吧，像你这种从来没爱过人的女人，当然会觉得爱情幼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爱情？什么？只是我爱的人不爱我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爱过谁呀？李一鸣。什么？喂，这里是不是尹官一族？你们最能打的是谁？我师父找他。喂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是哑巴呀？不是，这少年练剑心如止水，好一个剑道奇才！要是能做你小师弟就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练的什么剑？李一鸣，尹官七剑。哎，你别走呀，我师父要收你当徒弟。哼，不需要。哼，你算了，这少年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他就是你此生的情劫，日后你们必会相见。哼，他居然敢刺我，我早晚要还他一剑！哼！我自幼跟着我师父修行，除了他，从未见过任何男子。当初我让他跟我走，做我的师弟多好，可他偏偏还拿剑刺我。青梅竹马，确实可惜。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我也确实喜欢他很多年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主动追求他，反而还要杀他？因为他杀了我师父。什么？3年前，李一鸣为百族大战魔女，而那个魔女正是我师父。她本是西域圣女，来中原历练，爱上一个人，但2方教义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，便要杀了那男子，
我师父为救人快速提升功力，因此由爱入魔，从此袈裟换紫衣，纵横江湖16年。3年前，李一鸣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两人大战了1天1夜，最终他祭出七剑，杀了我师父。你说我要怎么才能和他在一起？视如父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师父太残忍了，为了一个人杀了江湖整整16年。那你说，这是爱吗？是爱。既然是爱，为什么会被反对？明明是爱，为什么不被世俗允许？是你们口口声声说一求无家宝，难得有情郎，可我师父找到了情郎，你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？圣女也是人，是人就有7情6欲，所以我师父因爱入魔，一个人反对，他就杀一个人；100个人反对，他就杀100个人，真正让整个天下给他闭嘴！因为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和他的爱情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。所以你重蹈覆辙，你师父的老路，拆散我们所有人认为的爱情，是又怎样？这都是一厢情愿。爱情本来就该有它本来的样子。那你说，爱情该是什么样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天下那么多有情人，怎么就分开了？大街上那么多过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，我怎么没见到？一个死了，另外一个跟着去死呀！今天就告诉你，什么叫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自知杀不了你，但我可以选择不活。少拿这套笑！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拿我威胁历练，你做梦！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我出身卑微，左右不了别人的生死，但也不允许别人左右我的生死。含笑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人这一辈子，一定要为自己轰轰烈烈的爱一场。喂，你天天盯着个活死人看，不无聊啊？一看就是3天，也不嫌累。喂，你哑巴呀？我在跟你说话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为什么要看他？因为他是我一生挚爱。16年前，我们就在这里相识。当时我俩比武，我连输了3场。那时的我年轻气盛，我激他说让他来白玉楼寒潭打，他竟然答应了。只是他不知道寒潭里寒若刺骨，而我从小就在这训练身体，结果就是我赢了。只是他却寒毒入侵，我为了救他，不得不与他赤身治疗。没想到我就此坠入了爱河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哎，后来呢？后来我激动不已，我把他带回了家族，可家族竟容不下他。为什么？家族怕他窥视武学秘籍。啊，哎，后来怎么样？我与他
跪在家族的大门外，一跪就是3天3夜。可家族的大门始终没有打开，我心如死灰。我当时就下令带着他去他的家族，哪怕我们隐居一生，只要能在一起。还是发生了意外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说呀，快说！他们家族同样也不接纳我，因为他们也害怕我窥视武学秘籍，而且他们竟然还找了西域10大高手截杀我。我堪堪躲过截杀，逃回了中原，而他却遭到了我家族的追杀令。至此，我南下西域，一人一剑，杀得16教，无一人敢说半个不字。而他北上中原，一身紫衣，怒杀整个武林。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双双入魔。我俩为了能活下去，不得不去苗疆取丹药续命。而那个苗夫人为了救苗元康，竟然不惜牺牲生命，唤醒了苗疆圣府。这让我2人为之动容，我们只能假装败走。原来苗夫人真的是因为你们死的。有的时候，老天就是这样喜欢折磨苦命的人。我们好不容易让整个江湖闭嘴了，偏偏3年前，李一鸣横空出世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竟然杀了我挚爱之人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心中就只有复仇。我暗暗地发誓，我要救活他，而且我要让整个江湖给他陪葬。休想！哼！我查了你3年，毫无线索，你究竟是谁？只怕你知道了会后悔。师父，笑笑来看你了。今日我们定将您复活。我都忘记自己长什么样了。黎明，好久不见。师父！什么？他是你师父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根据《隐官实录》记载，我师父18年前与魔女大战而死。我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刻苦练剑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为整座天下，为我师父报仇雪恨。我的傻徒弟呀，你被隐官一族给骗了。师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隐官一族道貌岸然，他骨子里面就是伪君子。当年我是隐官一族第33代隐官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与西域圣女一见钟情。可是家族逼我分手，我不从，他们就把我从祖师堂给除名了。我有家不能回，犹如刑徒。自那刻起，这个江湖就再也没有第33代隐官，却多了一位刑官大人。刑官？没错，我就是一人一剑斩杀西域16教的刑官。传闻西域圣女爱上的中原男子，就是你？对，一鸣，别再问了。当年你不知情，被他们利用，才伤害了你师娘。而现在，邯郸已经现世，你赶快将张梦瑶的丹药取出来交给我。什么？我让你把张梦瑶的丹药给我救你师娘。那梦瑶怎么办？和笑笑才是天生一对，管他做什么？对不起，师父，她是我的妻子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师父的话对，自然听；师父的话不对，人不能听。何
何况什么？何况魔女杀人无数，罪有应得。如果世间这种人也能复活，那冤死的千千万万人又该怎么办？冤死！我们纵然杀人无数，但杀的哪一个他不是该死之人？师父，你错了。阻止你们在一起的是世俗，而不是世俗的某一代人。一个时代的问题，让一些人去承担后果，这对他们不公平。不公平？那这个时代对我们公平吗？我们相爱，只想在一起，我们错了吗？你们相爱自然无错，但这不是你们杀人的理由。对错有先后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如果世人都像你一样，因为遇见黑暗而不相信光明，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师父，这个世界需要希望，希望。我所有的希望都被你们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给践踏完了。然后你们转过身来劝我要善良，要大度。老子是人，不是神。是人，他就有情绪；是人，他就有喜怒哀乐；是人，他就有爱恨情仇。凭什么只会对我践踏，还要让我对他微笑？凭什么啊？我问你，凭什么？凭我们还有孩子，我们还有传承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盼望这个世界好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那就是你自私。我现在连自己都管不好了，我有什么能力管下一代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已经来不及，才要更加以身作则，让我们的下一代不用重蹈覆辙，继续生活在这愚昧无知、任人宰割的世界。如果连我们都不相信光明，那我们的孩子何时才能等到光明的那一天？光明？是，根本就没有光明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是你自己洗脑。师父，你错了，这不是自我洗脑，那是什么？是希望，是相信这个世界纵然破得不堪，但终究会变得更好。那是你的信仰，不是我的，不是天下人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交出丹药，既往不咎。要是我不肯呢？那你就休怪咱们师徒俩兵戎相见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即便你是天底下最大的恶人，你依然是我师父。当年您教我剑道，今日我授您3剑：一敬传授之恩，2敬师徒之情，3敬天地尊亲父。一鸣，你疯了！你们师承一脉，境界相当，你授他3剑，你会打不过他的。李一鸣，你还真想求死？实话告诉你，隐官7剑，刑官大人早在2年前就已经融会贯通，今日必死无疑。持剑13年，我问心无愧。即便是死，我李一鸣也不会忘记。天地尊亲父。师父，出剑吧。好，好。人间最苦是相思，天下何人配痴情？第一剑，相思。一鸣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光说呀，快去看看。哦，怎么样？这才第1剑，我看你怎么接第2剑。这第1剑，还当年您在寒潭手把手教我用剑。你以为这么说我就能手下留情吗？不用，你找死！第2剑，剑似游龙，兵万手，命过黄泉不低头。宁愿一鸣，
第二件，还当年您孜孜不倦的教诲，希望我辈持剑心无旁骛，问心无愧。一鸣，不要再接第3件，你已经伤及肺腑了。你拿他当师傅，他没拿你当徒弟啊！你就死撑吧，你早晚会死在这里。还有最后一件，那既然这样，别怪我大义灭亲了。第3件，是修劫复修心，一剑功成万骨枯。云愁，一鸣，不自量力，死了活该。一鸣，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，你怎么样啊？第3件，感谢师父不杀之恩。少废话，交出丹药，我放你们走。18年后，圣女再现，我保证帮你复活张梦瑶。对不起，师父，今天这丹药你拿不走。3件还恩情，我有1件鸣不平。第4件，翻云起雾藏杀意，一剑寒霜过万法，请师父赴死。第5件走阵。果然是天纵奇才呀！银冠奇剑在你的手里犹如神助。金冠一族，哪一个不是天纵奇才？师父这银冠奇剑是练得炉火纯青啊！好，那我们就看看谁笑到最后。冤魂不愿为天意。此剑出鞘君王气，第6剑君临天下。任我辈持剑人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第7剑，今天。刑官大人，一鸣，银冠奇剑就是你最后的底牌了吧？什么意思？难道说还有什么能胜过银冠奇剑？当然有。什么？还有第8剑？不可能！银冠一族只传授7剑，传授7剑不代表只有7剑。宁负天下不负他，以身自缢，是袈裟。第8剑，引爱入魔。灵儿，不要！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张梦瑶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今生君恩素无尽，愿盼来世报痴心。灵儿，灵儿，赵柯慢胡鹰，吴钩双雪明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誓不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你要干什么？
草木无声，风挠之鸣；水流无声，风荡之鸣。路见不平，侠客行。引关第9剑，侠客行。什么？第9剑？怎么可能？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怎么可能领悟出第9剑？还要多谢你！你说什么？7剑之上还有剑法？那你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顿悟出第9剑。多说无益，师傅，受死！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新顿悟的第9剑到底有多大的威力。杀你足够了。大人，鱼死网破，和他拼了！不，你不能死，快走！我不走。听话，这个是你师父18年前为你准备的嫁妆，带着它，快走！拿着它。不，要死，一起死！我与你师父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怎么可能让你送死？走，快走！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，我要为整个江湖除尽你们这群败类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第9剑，路见不平，侠客行。找死！大人，大人，孩子，快走！这个江湖对我们太不公平了，对不起。一鸣，走！大人，快走！大人，大人！李一鸣，你为什么总是对我最亲的人下手？为什么？一鸣，你不能再击剑了，你真气已经有劲疼哭了。就算只剩一口气，我也不会让他动你一丝一毫。你自己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关心他？我爱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喜欢的是高高在上的隐官，跟我李一鸣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我喜欢你，是13年前在寒潭湖边练剑的那个少年，是那个不愿意做我师弟，甚至还给我一剑的李一鸣。原来你是当初那个小女孩。你早就把我都忘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，还要杀了我师父？你难道就不能永远的活在我的幻想当中吗？你为什么要出现在现实的世界里？为什么要让我10年之后再次看到你？即便我小时候与你见过一面，那也只是见过一面而已。为什么必须得喜欢你？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你自我感动罢了。这个世界不是你喜欢，我就必须爱你的。好，那今日都死在这里，一了百了。一鸣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无话可说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你能不能放梦瑶走？我可以让你接手隐关一族，包括隐关龙雀剑。我不，我不。
君生我生，君死我从。我要将苗族的恩情一并偿还。不要把圣女邯郸归还，你必死无疑！不要！一鸣，放心，他只是急火攻心，死不了。倒是你，没有丹药，必死无疑。我不怕。真是的，那就你先死，我再把他也杀了。韩笑，你别骗自己，你不会杀他。为什么？你喜欢他，你喜欢他。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喜欢他又有何用？何况是他杀我师父，此仇我必报。骗别人容易，骗自己难。况且你要真想杀他，他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3年前只是我犹豫。好啊，那你现在杀了他。剑在你手里，你为刀俎，他为鱼肉，杀吧！我什么我？杀呀！你真当我不敢杀他？又是一个痴情的可怜人。带着你师父跟他师父走吧，再也不要回到这个是是非非的东海市。况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起死回生之体，没了圣女邯郸，必死无疑。你明知必死无疑，为何还把邯郸还给苗灵儿？谢谢你为我续真气。邯郸只有一颗，只能复活一个人，要么复活灵儿，要么我死。苗族对我有恩，我必须还。韩笑，其实你本质不坏，就是太痴情了。希望你不要重蹈你师父的悲剧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只是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遗愿？我希望你帮我留张纸条，骗一骗一鸣，你就说我没有死，是你把我带走。韩笑，我求你带我走，不要让我死在这里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千山苗寨，李一鸣许诺3月，然白玉楼师徒大战，苗莲儿为爱香消玉损，张梦瑶为情单还债，终究是因果循环，复活了苗莲儿。然李一鸣许愿未落，最终落了个妻离子散，凄惨惨，乱哄哄。李方唱罢登场，暂任江湖是故乡。屠！
笑笑，让你打开锦盒的时候，想必已经出嫁。这颗丹药是苗族上一代圣女的邯郸，更是你的嫁妆，它有起死回生的奇效。但我更希望你一辈子都用不上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希望你不要学我重蹈覆辙。人生不应该只有爱情，还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情。痴情纵然无错，但太痴情终究是伤人伤己。今生今世，为师只希望你平平淡淡。铁柄神女已经为他服下丹药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她已经身怀有孕，笑笑被胎儿吸收一半，即使她能够起死回生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。倒是那胎儿，将来一定会大道可期呀。看来18年后的江湖一定会更精彩。传我号令。是。张梦瑶之子，身世之谜，从今日起列为我族最高机密。遵命。含笑，四酿香一座，阁楼丛绘漫天，善恶交织，阴不止，上拿刀，怒斥不公，扣素梅，引火叫板，斩魑魅，扶能力，迎北上，下江南，风土精灵，上演风香交织，尽奏来看，皆痴嗔才是看，说把世间的残血，皆罪人性，反复无常。且看张梦瑶之子张子木笑傲江湖。